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。你手机里一定有那种很重要但超糊的照片，对吧？今天我不讲玄学，我直接拿我自己的照片来做一个狠的测试。一键修复到底是救回来，还是修成 AI 假脸？而且它还加了最近很红的 Nano Banana Pro。我会告诉你它厉害在哪，也翻车在哪。这支影片你会看到3件事：AI 照片画质修复，人像老照片我各测一张；2无损去背，头发边缘会不会破；3 Nano Banana Pro。图生图加中文提示词到底好不好控？最后我会给你一个超直白的结论：什么人值得买，什么人先别冲。Hitpop Photo P 的定位，我用一句话讲，它不是要取代 Photoshop， 它是要让不想学修图的人用 AI 把修复、去背、生成、编辑串成一条工作流。而且它主打9种 AI 修复模型，这点很关键，因为不同照片真的要用不同模型，不是按一次就全通吃。2实测1 AI 照片画质修复。线上最重要的 AI 画质修复，我先讲我自己对修复工具的评分标准：1不是变超轻就叫成功；2真正的成功是五官不要歪，皮肤不要塑胶，细节不要乱长。这里我最在意2个点：第一，脸部还原，糊脸最容易被 AI 乱补；第2，发丝边缘，这是很多工具的照妖镜。我觉得它的优点是1修复速度跟操作门槛很低；2对一般社群用途的清晰度提升很明显。但缺点也要讲，如果原图真的烂到不行， AI 会开始想象，有时候会把皮肤修得太像磨皮或出现假细节。所以我的做法是宁愿保守一点清晰，也不要修成 AI 脸。我的小技巧，先用比较保守的模型跑一遍，确认五官不跑掉，再视情况加强锐利或放大。它官网也主打可以把照片升级到更高解析度，像 4K、8K 这种等级。但你要记得，解析度提高不等于一定更真。3实测2无损去背。再来是我觉得超实用但常被忽略的去背。我测去背只看1件事：头发跟肩膀边缘干不干净。它的去背用在做缩图、做电商主图、做社群素材，真的省很多时间。但我也要提醒，如果背景很复杂，头发飞丝很多，你还是可能需要微调边缘。所以它比较像80分一键完成，而不是100分免修。4 Nano Banana Pro， 重头戏来了 Nano Banana Pro。我在官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，它不只是生成，还强调更可控的图像编辑，像是替换、修边、质感细节。提示词示例中文：1把背景变成霓虹夜景，保留人物脸部特征，自然光影写实。2同一张图改成日系杂志感，干净复制但保留皮肤纹理。我觉得 Nano Banana Pro 的强项是：1你用中文提示词也能比较快到位；2对局部替换画面干净度有它的价值。但限制也要讲：1你想要很精准的商业设计，比如字体、logo、可控排版，它不是专门为那件事生的。2生成类的东西，本质上还是要多试几次才会出你要的版本。所以我会把它当成灵感加速器，加快输出草稿，不是把它当中稿输出机。5 AI 换脸 AI 写真。再来是很多人最爱也最容易踩线的 AI 换脸 AI 写真。先讲清楚，只用你自己或你有明确同意的照片，这是底线。拿别人的脸来玩，你觉得是好玩，别人可能觉得是伤害。它的优点是快速出一组风格照，很适合创作者做头像、缩图、角色化。但缺点也很常见，有时候眼神、嘴角会有一点不自然。所以我会建议你不要一次丢太少照片，也不要只挑超角度的照片，越一致越正面清楚，效果通常越稳。6无痕去除物件，全新图片编辑模组。最后补2个我觉得加分但别神话的功能。1无痕去除物件，人物拿来清理背景杂物很爽，但遇到复杂纹理还是可能露馅。2新的 AI 图片编辑模组，把修复、去背、镜这些整合在一起，你不用在好几个软体跳来跳去，这个工作流思路我给加分。7适合谁，不适合谁。我最后给一个很务实的结论：适合你。如果你是1你有大量照片想修复，人像、老照片、社群素材； 2你想要一键工作流，修复、去背、换背景，快速出图； 3你想玩生成但不想搞一堆参数，只想快速出方向，先别冲。如果你是1你要做的是超精准的商业设计排版；2你追求每一根发丝都100%真实，每张都要像修图师精修，那你可能还是需要更专门的工具加手动修。提醒，它官网有写 Windows Mac 的硬体需求，像记忆体建议8GB 以上，也需要一定等级的显示卡。如果你电脑太老，体验会打折。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只能选一个功能，你最想用哪个？ A AI 照片画质修复，人像老照片； B 无损去背加快速换背景； C Nano Banana Pro 图生图中文提示词生成。直接在留言打 ABC， 包含失败案例、参数技巧，还有我自己的工作流模板。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 AI 创作、自媒体经营的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
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最新实战技巧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